嗨，大家好，我是宝春。在上一集我把引擎做了分解、量测以及喷砂。那这一集呢，我将要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主题，把它重新的组合起来。在这过程中有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以及工序。如果这一集的内容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帮助的话，也请你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就请各位把影片看到最后了。首先我要做的是抛光曲轴箱的表面，因为喷砂完之后，表面都会有些许的粗糙，那它的颜色呢，跟原本铝合金的颜色会有些差异性，尤其是跟气缸来相比的话，是不同的表面，所以我要做的是将它的表面抛光，让它的色泽更接近于新品的气缸。你们看这样颜色，它的光泽是不是有点接近呢？接着我还要再继续做曲轴箱的抛光。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其实有点耗时，尤其是在磨的过程中，毛刷上面的刷毛会飞出来，常常都刺到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接着我来把它试组装一下，从画面上可以看得到组装仪的光泽的表现呢，其实是很接近的。但是在曲轴箱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氧化的比较严重，所以即使我喷砂也做了，抛光也做了，它的效果其实没有到相当的好。稍后我会将这个曲轴箱重新喷漆。在这之前呢，我会先做缸头的燃烧式积碳去除，以及气门杆的积碳去除。现在我要做的是气密的研磨。气密研磨用到的是金刚砂，它有分为粗与细两种款。首先要先用粗的部分先研磨一遍，把大部分的积碳呢把它磨掉，再用细的金刚砂再做的是细磨。在抛光的过程中，手指头需要不断的对气门杆做拍打的动作，也就是一下子磨，一下子不磨，一直持续重复的下去，来达到气密。接着将拖轮轴清洁，并且重新上油。在拖轮的部分，我会抹上些许的二硫化钼，它的粘着性较高，它不会像机油一样马上就会流掉，它会停留在上面，保护我们第一次机器运转的时候可以有足够的润滑性。
接着做气门间隙的调整，在这边我将进气设定为0.08 mm， 在排气的部分设定0.10 mm。到这里，缸头的部分都安装完了，接着要开始做气密的测试。我使用的方法是将水倒在燃烧室上面，并且用喷枪对着进气口与排气口两端做喷气的动作。使用到的气体有高达7公斤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气泡产生的话，代表气密是 OK 的。接着做缸头平整度的测试，使用到的支尺以及0.05 mm 的厚薄规对着缝隙做量测。如果厚薄规是插不进去的话，代表这个平整度是 OK 的。好，接着再回到曲轴箱的喷漆的部分。首先我针对一些不需要的部分先做遮蔽，再来是喷漆。漆料的选择，我还是一样跟以前的进站所使用的漆是同一款，并且用的是闪光银。这种颜色它的漆料有非常多的亮度，因此只要太阳光一照射下去，它是非常的闪亮，也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照亮银。经过这么多的手续，终于可以开始组装引擎了。首先，我会将所有的油封全部把它更换一遍，而这个润滑油呢，是使用福士的耐高温润滑油。组合面的部分有些许的残胶全部刮除，这样它组装起来的时候密合度才会最好。在曲轴的大端培领的部分呢，也是使用机油去做润滑。链条呢，也是用机油做润滑。We go to a party and everyone turns to see this beautiful lady who's walking around with me. 接着涂上垫片胶。And then she asks me, Do you feel alright?
再擦掉过多的部分。接着上扭力，鳞片肌肉帮浦，永丰更新。发电线圈相当的干净。接着针对电盘碗弓的表面做翻新，一样需要做抛光的处理，把上面原本的氧化物全部抛掉。螺丝也有点脏，上面卡了非常多的油污，我使用网友所推荐的威灵顿重油污的清洗剂，它真的蛮好用的。只要泡个5分钟，拿起来用水冲一冲，其实大部分的油污就已经可以去除掉了。如果冲不掉的，那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就可以了。再来看一次新的清洁剂与旧的清洁剂颜色有多么的不一样。这是洗好的螺丝，非常的干净。风扇呢也换新的，这样一个小东西换新的，会有很大不一样的感受。接着来到气缸新品检测的部分，使用气缸量规对气缸壁的上、中、下做量测。每一次量测的时候，会有水平以及垂直的方向，主要是在检查它的锥度与丝源度。详细的公式以及量测的位置，我写在屏幕上方。如果有需要，你们都可以自行检测看看。如果觉得影片播放太快了，你也可以先按暂停。检测的结果如画面上的表格。
接着来到活塞的组装，组装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机油来润滑活塞环与活塞。为了方便将活塞放入到气缸里面，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工具，将活塞包起来。而这个工具的好处是可以减少活塞环在组装的过程中与气缸壁所产生的刮痕。接着我们来对正时，对准垫盘上的 T 字记号，放入正时齿轮之后，努力锁紧。这支螺丝大概有60牛米，如果没有使用专用的工具来固定住曲轴的话，其实很不好锁。这个呼吸盖也是需要经过喷砂与抛光。接着倒入机油。快要完成喽！分上下位置倒入机油的好处是说，可以先让缸头的所有的零部件先做一次润滑。接着呢，我要针对这个化油器来翻新。
涂鸦膜主要是要检查它的柔软度是否足够，以及它的边缘有没有漏洞。接着拆除法轮片，以及周围所有的螺丝以及零组件。再来是清除它所有广告的残留。有嘴的部分也要清洗。加速放谱的广告。而外表的部分一样使用重油污的清洁剂，全部喷完一遍，静置5分钟，再用清水冲洗，不足的地方再使用刷子来刷洗。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不是很满意，因为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铁锈，所以我将所有的孔洞都封住，接着用氧喷上，接着抛光。抛完的样子呢，跟新品就蛮接近的。这样的一个外表，我很满意。可是喷砂完之后，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小沙子跑进去，所以还是要再喷过一遍，彻底的清洁一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反向的安装回去，再将所有的电圈换新的，那这样就差不多了。把它安装上去。接着是启动马达，车主说它是个启动马达，不久前才做更换，所以它东西还很新，但是表面呢还是会有些许的氧化，所以我这次做了喷砂抛光，看这样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呢？这个齿轮上有很多的小污垢，所以用针来把污垢挑起来，再重新做的是润滑。所以到这边，整颗引擎除了传动与齿轮箱，大致上已经做完了。
下一集呢，我将会把引擎安装上去，并且针对传动、齿轮以及前叉的部分做一次翻新。如果你对下一集有非常高的兴趣的话，也请你按赞、订阅、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